大家好，那郑凯呆博士的论文上线之后2、3天啊，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可能不少朋友在知乎啊或者 B 站上已经看到了啊。那么在知乎上啊，一度冲到了这个热搜的最顶榜。那在 B 站上啊，何老师这个视频也是封神了，我是五体投地啊。何老师是对这些这个超导的超导人士们是顶尖膜拜，我呢是对他膜拜。你这流量都这么大了，你还在整活是吧？你让我们这些小流量的怎么办呢？好在是何老师还是比较讲究人，他怎么着呢？用彩色打印机的打印的各位大佬的头像，没有黑白的打印。这给我提了个醒啊，我也得准备一些这些大佬的这个彩色照片，万一用上的时候是吧，往黑板上一贴，你们到时候尴尬哈。当然知乎上啊，这个也引起了近1000万的关注啊，主要原因呢没上顶榜的是因为伊朗的这个事故啊，伊朗这事出来之后呢，一下就冲上了知乎的热搜的顶榜。我奇怪啊，知乎我一直感觉是一个知识类问答的这么一个东西，怎么社会新闻这么多呢？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对吧？那当然了，除了这个何老师拜神之外啊，这个冀派、道派的各个大佬啊，也纷纷出台。那关于技术上的事儿啊，姚姚教授啊，就是习老师已经说的非常多了。双方的辩论呢也非常激烈，唇枪舌战。那我呢就只能是吃瓜了，是吧？有朋友给我提醒啊，说，你别太这个正经，你讲的，你跟这何老师比，差距在哪儿呢？你不是差一个光头，或者说差一个墨镜，是吧？咱墨镜咱也会戴啊，但是墨镜有点别扭，墨镜的近视度和这不一样。主要是什么呢？我这一不正经啊，就不会说话了，所以咱还得假装正经啊。现在呢正在练首歌，看了吗？后边俩吉他，我那个黄的呢不是换上尼龙弦了吗？换上尼龙弦之后啊，按得舒服，这一摸这个黑的那个钢弦琴呢就别扭，现在，所以现在上手比较慢，改一首歌叫《致我的超导兄弟》，怎么样？还很有意思的。关键这里边鼓占了很大成分，我不会打鼓，所以呢味儿还是不对，还得练啊。那这里边啊，我还是换过来吧，这个眼镜实在是不适应。这里边关键是陈老师啊，在微博上也发了个文，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这个里边是有玄机的啊。那相信陈老师这个文呢，可能不少朋友都看过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陈老师这个文的内容啊。陈老师说呢，关于这个磁化争论啊，他不参与啊。那么他讲了一些其他的。陈老师啊，对这个 archive2401.00999 啊论文中的一些争议的问题和看法啊，主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论文样品啊和前人是工作不同的，而且 XRD 的这个图案几乎完美，没有杂锋啊，基本排除了其他项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从以往的工作判断啊，这个样品的载流子浓度呢不会太高，合成方法也类似。但是硫的加入是不同的，从磁性和EPR 结果来判断样品中应该是存在一定的载流子，它的这个近代宽度呢是接近 0.2 电子伏特。第四呢是报告合成的方法这个条件下呢，硫仅能替换氧原子进入一维通道，这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能系。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个样品载流子浓度是略高于其他报道的，这是重要的材料结构信息啊，对应于呢较高的超导发生的这个转变啊，那么超导相，那再一个呢，就是小的这个临界磁场不能作为判断超导性异常的依据，因为这是新体系，它的特征是前所未见，这个和同氧化物的体系可能还有差异，是吧？最后陈老师谈到这个论文只是个开端，需要大家共同重视这个新体系的结构、性能关系，进一步开展研究啊。敲黑板下面是重点，一定要考试考的。陈老师在里边有个原话是就像今天一个超导前辈跟我说的，前所未见的高临近温度，其他性质也必定会超乎想象的异常。有什么想法？什么呆博士一直被关注着，那这篇论文之后恐怕会有更大的关注。那这个上了知乎热搜有人说是自嗨影响力有限这个事儿也确实是内部的这么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评论。但是学术上的事儿，咱不还得同行评议吗？是吧？郭先生，学术上那个事儿，那想咋弄嘞？咱们还得同行评议吗？对吧？这一瓢嘴瓢到吸尘器上了
实际上啊，这个论文刚上线啊，这都是预印版的，还是连同行评议都没有，是吧？后续可能还要投正刊，那有了同行评议，才能看到真正的影响。那今天啊，就有国外的其他研究者也发过 LK99 的论文的朋友跟我说呀，他说那个论文的下载有问题，我一猜可能就是 CDN 的问题。大家知道 Archive 去年年底接到了一批捐款，全球增加了几十组的 CDN 服务器，我就把呆院的这篇论文和前面姚老师牛建渣 team 那篇第一场微波吸收的论文啊，都发给他了，他也要看看。那因为既然都研究过这个东西，发现这个功法不行，别人说行了，那肯定会有兴趣啊，是吧？练武的人他对见猎欣喜，是吧？怎么能对新功法不感兴趣呢？对吧？那么过去啊几个月啊，可以说沉寂了好几个月的这个毛妹啊和这个印度的阿瓦纳博士啊也都露面了。我们看一下，有人啊把呆院的论文转给了毛妹，毛妹说我看见了，然后呢估计他后边啊也会啊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包括阿瓦纳也这么说。可以看出啊呆院的论文啊逐渐显出影响力。我展示了公寓，你说 no， show me your evidence， 对吧？那现在啊有一个伦敦大学的教授也点评了呆院的论文。那这位啊罗伯特帕尔格罗夫教授啊，这是他的 X 平台的信息啊，可以看到的他信息栏里边呢是material 就是伦敦大学学院无机和材料化学教授，那他也是英国 X 射线光电子能谱服务的主任啊，那这个服务呢还是位于哈维尔的研究中心。那从他的这个谷歌学术数据来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位啊你看他的总引用是10473啊，最近5年引用是5455，那这也是一个渡劫后的大佬，是吧？和老金同志是接近的啊，和老金同志接近的。我们看一下他的帖文啊，他是很复杂的，一段一段的往下，这个就是这个 X 平台，我是特不习惯，发个几十字上百字的，一个一个往下接的，我是整个拖下来了，给大家讲讲啊。那他说呀，这个让我们回顾一下2023年夏天 LK99 现象啊，该化合物被声称是掺铜铅磷灰石，更加具体的说啊是铅9铜磷酸6氧啊。据报道啊，这是通过非常不寻常的铅硫酸盐和铜磷化物的合成方法制备的。那这次啊，我们被告知是一种黄基磷灰石，这是一种硫代离子取代氧化物粒子的化合物类型，因此声称的化学式是铅 9.1 铜 0.9 磷酸6硫。类似的化合物啊确实存在啊，比如像钙石磷酸6硫和铬石磷酸6硫都存在，以及其他的，但我所知铅版本的以前没被制备出来。那这种想法似乎是可行的。LK99 材料啊，之谜之一就是这种奇异的合成呢，实际上是如何使其起作用的。当然起作用是在引号里边，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不起作用。那也许呢 LK99 合成中啊，明显不必要的硫的存在实际上是必要的，用来制备这个黄金磷灰石。但是因为明智的人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你想到某样东西，并不意味着你能让它神奇的存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使用了磷酸盐和硫化铅的混合物。好吧，我们必须玩猜谜游戏了。由于铅以硫化物提供，我猜是硫化铅啊，也许铜来自未知的磷酸源啊，他说是磷酸铜。然后呢，铜的含量太高了，那也许是铅磷酸盐和铜磷酸盐的混合物啊，这是他猜测啊。那这在水热反应下，这本质上是在一个压力锅中进行的反应，一个内部充满水加热到180度 C 的密封容器，然后在不同的气温啊，比如说氩气或者氧气下高温加热物品。所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为了制备我之前提到的其他的黄金磷灰石呢，你无需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在500度 C 纯氧的气温下加热，非常氧化。那问题在于啊，与氧化物离子啊，就不像硫代离子很容易的氧化为二氧化硫。其他的黄金磷灰石的合成使用氢气粉，即非常还原的条件，
这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例如这个，好吧，我们看看它的表征。那么唯一呈现的唯一东西呢是粉末的 XRD，它和这个 Rietveld 的精炼逆合推测为铅 9.1 铜 0.9 磷酸6硫的结构。他说呀，该图的分辨率是相当低，基线非常接近零，并且完全平坦。背景是否已经被减去了？这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东西啊可以隐藏在背景函数中。就我所能看到的，模型与观察数据几乎完全吻合，报告了晶格常数。我们从 LK99 复制常式中看到，掺铜铅磷灰石的单元包体积约为 625.1 I 的立方，这比未掺杂的铅磷灰石的 626.3 I 的立方略小。这里报告的单元格体积为 627.0， 因此要大得多。这确实符合硫带离子取代氧化物的想法，但是我不确定我是否相信这些数字。精确得到晶格常数通常需要内部标准。他说这儿是没使用。我们也从 LK99 传奇中了解到，即使对于相同的合成，晶格参数也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他指的这个应该是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那篇论文。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成分分析。有没有硫存在？我们可以从 XRD 的单元尺寸的手绘来猜测，但是许多技术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你，但都没有使用。所以总的来说尝试黄基磷灰石的想法不错，但是想法很容易，做到是很难，而且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制备了这种东西。XRD 优化看起来很好，但是关键细节丢失了。模型是什么？背景是否被减去了？分析成分是什么呢？我知道很无聊，但是分析化学家就是为了你们都没有在自来水中喝下铅的原因，好吧？考虑到其他的黄基磷灰石，是在氢气条件下制备的，合成条件似乎非常奇怪，在500度 C 下进行高度氧化的氧气加热，那这个合成是否可以工作？那也许可以，是否奏效呢？目前还是无法信服。那我会把磁性问题呢留给其他人因为我仍然不相信10000欧斯特等于1T 这是他的点评分好多的这个小的文章，所以我把它合到一块了。那么这位就是罗伯特教授他的点评看得很仔细他的点评还是很全面的罗伯特教授呢是看得很仔细，比如在合成方面呢他说呢，所用的这个水热合成条件似乎过于氧化。那么500度 C 高度氧化条件下容易氧化硫化物的离子，这和其他的黄基磷灰石合成采用的还原条件是有明显不同的。那么论文中呢，对于前驱体和反应过程描述呢是不够详细和清晰，需要猜测和推理。那第二个呢是表征分析方面，他说 XRD 图中去背景处理令基线呢非常平坦，这可能遮盖了一些其他项的特征峰。再一个呢就是晶格参数的精确度是存疑的，没有使用内部标准，那么晶格参数变化并不是判断相同合成的十分准确的指标。最关键的是无机成分的分析没有证明样品中是否存在硫，仅从的 XRD 的晶格参数变化推测是不够的。那在磁性测试方面说样品可能有较强的顺磁性的成分，这会淹没低磁场的超导信号。另外呢是没有表征样品的磁力史效应以及消磁的情况。所以第四呢就是整体的结论，他认为呢试图合成黄基磷灰石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论文中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成功合成。那 XRD 的数据处理和呈现存在一定的问题，合成条件和机理呢不够明确，与其他的黄基磷灰石合成条件差异很大。关键的成分是检测未做，无法判断硫是否存在。所以这要是正刊的审稿的话估计是要补充材料了肯定特别是在这个样品合成和表征方面，评论还算是基于事实和细节的这个理性的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和中肯的。大家注意了吗？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点，戴博士合成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很长的那个分子是他列出来的是吧？铅 9.1 铜 0.9 磷酸6硫这么一个结构。他认为呢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钙的和铬的是有的，铅的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呢这篇论文我相信
很快就会有别人跟上，也试图复现他这个实验，然后呢进一步检测。所以这篇论文啊，我觉得它随后的影响啊还会很大。这只是开始，我们只能 wait and see 了。那好的，这就是关于这个单院的论文啊，在海内外引起的一些反应的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